波山五仙觀可以講係廣州人最熟悉嘅地方之一，匯聚咗好多家喻戶曉嘅神話傳說。其中呢個仙人武績喺明朝同清朝兩入羊城八景，呢4個字嘅石刻據說係湛若水先生嘅手跡。呢個勾穴除咗可以想像成神仙踩出嚟嘅腳印之外呢，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理遺跡。晉朝嘅時候，呢度係珠江邊嘅一個渡口，河流喺紅沙岩上高沖蝕出呢兩個相連嘅勾穴，下低有1米幾深嘅。波山與其話係一個山咧，不如話係一個波。本身就唔高，南漢劉儼仲要鑿平咗佢嚟起嘢。咁但係今日喺南面大門行入去五仙觀咧，依然係10級以上，有一個唔高但係比較急嘅坡道。而喺佢背面向北咧就非常之平緩，一片坦途。呢種半邊山地形係基岩台地，曾經係直接同河海相接，向水嗰邊咧長期受到沖蝕而成嘅古岸地形。呢度同之前講嘅七星崗古海岸又唔同，有勾穴但係冇海崖同海蝕平台，佢就唔係古海岸，而係一個古河岸。之前提到整個珠江三角洲嘅發育，從大約6000年前到而家，海岸線向南推移，遠點係推咗100多公里。而喺廣州城入面呢段珠江嘅北岸呢，亦都喺泥沙淤積同人工開發之下，將河岸向南係推移咗整整1100米。時間僅僅係從晉朝去到30年代海珠石連入河北為止嘅1000幾年，平均每年個河岸向江心咧推進60幾公分。海珠石即係愛群酒店所在嘅位置啊，原本係近河南嘅，海珠石以北咧先至係珠江嘅主航道。呢個仙人腳印呢，同七星崗一樣啊，又係呢種紅砂岩嘅山體，一種好常見嘅岩石。紅色係鐵鏽嘅顏色，啲沙礫碎石長期沉積，同啲氧化鐵交結埋一齊咧，形成呢啲紅色嘅砂岩、礫岩、頁岩，通稱為紅色岩系或者紅層。外面風化咗，入面好紅嘅。廣州城整個嘅地基除咗白雲山咧，其他眾多低矮嘅山崗丘陵台地都係呢啲嘅紅岩。咁喺廣東嚟講咧，呢啲紅岩係更加名震天下嘅呢，就係丹霞地貌啦。好多古建築咧都係用到呢種紅砂岩，包括咗南越國嘅帝王陵墓啊、南越南漢嘅皇宮啊等等。所以廣州幾個最重要嘅博物館咧，都係以呢隻具有代表性嘅紅砂岩作為個外表裝修主題，亦都包括五仙觀後面嘅呢一座禁中樓，嶺南第一樓，下面呢個樓體啊，亦都係紅砂岩構築，不過佢外邊啊批蕩咗一浸啫。建於明初，個鐘係用嚟報火警，冇事唔俾敲嘅，所以叫禁鐘。整成一個咁樣嘅門洞咧，通過一啲聲學嘅原理啊，將個鐘聲傳播得更加遠。呢個亦都係廣東現存最大嘅一個古代銅鐘，5噸重嘅。咁又有神話啦，話原本咧只係靠一條葛藤吊住呢個萬斤銅鐘，有洋人見到識貨，知道佢係條仙藤嚟嘅，就話我幫你哋咧打翻條大鐵鏈，換咗條藤佢，咁啊穩陣啲咯。咁啊換咗條仙藤去到江邊想話洗乾淨佢，點知條藤咧突然間變咗條魚，一聲游咗去珠江上游。嗰條咧就叫豬乸葛，就唔係豬乸菜，亦都唔係一碌葛嚟嘅，係一種魚。嗰條葛藤變嘅，應該咧就係一種叫做豬乸鋸，鋸刀電鋸嗰個鋸。
佢係類似鰻魚或者鱔魚咁樣一種魚嚟嘅，客家地方多見，大概係叫做豬媽雞咁上下嘅嘢，亦都有稱為豬角魚、豬角鱔或者豬乸角，就切割嗰個角。咁佢嗰個鋸或者角呢，應該係因為牙齒鋒利同埋個背鰭尖硬而得名嘅。咁啊，好可能嚟到廣州呢，先至係因為陰近，而且個外形長身似一條藤咁可以綁嘢，就被附會咗上去個神話故事裏邊。呢度有好多神仙，最為耳熟能詳嘅呢，就五羊仙人。祭祀五仙嘅習俗呢，歷史悠久。五仙觀原本喺財廳附近，幾經搬遷呢，明朝先遷到嚟波山依處。五仙人嘅塑像呢，每個手揸唔同嘅嘢，個排位好緊要嘅噃。屈大均先生都講得好清楚，最後生嗰個喺中央，手持稻羹；老嗰啲排兩邊，手持黍稷。六條穗呢，即係高產嘅優良品種啦。咁點解唔係敬老就反為後生嘅居中呢？我哋知道咧，五羊神話佢就反映咗古代中原相對發達地區遷徙過嚟嘅移民，將一啲先進嘅農業技術咧引入嚟到落後嘅嶺南。佢初嚟嗰啲老一脫嘅新移民呢，就梗係嘗試種翻佢原本家鄉種開嘅作物黍稷，即係北方嘅主要糧食作物。但係嚟到呢個地方咧，當然係唔成功啦。要喺度紮咗根，繁衍到下面啲後代新人呢，生於斯長於斯，融入咗呢個地方環境，先至係慢慢摸索到出嚟。依樹係要種尖米嘅，所以最終取得成功嘅係啲後生就居於中央，手持稻羹，即係尖米嚟嘅。咁佢點解又會係羊呢？首先有一個解釋呢，就係由楚國傳入嘅羊圖騰崇拜。因為春秋時期喺廣州係屬於楚國嘅邊皮地方，有楚庭之稱。楚國嗰個皇族呢，姓呢個字，呢個係咩字呢？呢個就係個咩字啦。咩羊叫嘅聲音，個字形亦都係隻羊嚟嘅。口字邊一個羊嗰個咩呢，後尾先搞出嚟嘅。楚王係姓咩嘅。後嚟就轉讀成美，美麗個美。咁啊，早年有出《羋月傳》電視劇呢，好多人就睇過，就知道佢係美。其實美麗個美呢，亦都係隻羊養得大隻，咁啊開心咯，美麗咯，都係呢隻羊嗰度嚟嘅。呢個字呢，原本就係羊叫聲，咩月傳，亦都可以叫做。咁佢楚王啊，點解姓咩嘅呢？當然，如果你睇嗰啲中國史書呢，就基本上全世界嘅人都可以揾到佢係三皇五帝嗰啲後代嚟嘅。佢係應該係嚟自姜人，姜亦都係羊啦，好明顯屬於西戎西部嗰啲地方，養羊食羊為主嘅。嗰啲華夏人同啲姜人通咗婚，母系氏族傳統咧就傳咗個咩呢個姓落嚟，輾轉間咧分封咗去楚國，咁亦都係被視為南蠻啦。但係呢啲荊蠻呢，比起嶺南嘅原始百越民族，又要先進文明。佢將一啲農業技術帶過嚟，推動咗呢個地方發展，咁啊變咗個羊呢，亦都係跟隨神聖化咗。咁啊，呢個係一種解釋。不過其實呢，佢既然係移民遷徙帶入嚟嘅嘢呢，佢就一定係帶啲羊過嚟嘅，因為豬佢唔喐滯嘅，你冇得帶住啲豬四圍去㗎。牛呢亦都好難大量帶嘅，如果唔係大草原，最好帶呢一定係帶羊噶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學者認為呢係周朝皇族姬姓越嚟越唔受到尊重，甚至係受到壓迫，被逼南遷而引入嚟嘅嘢。此外呢，仲有風俗學家係比照世界其他好多地方嘅農耕民族，發現呢往往都會有一啲人同動物嘅形象，係被作為穀物精靈嚟到崇拜或者進行巫術儀式。佢哋咧並未具備神格，亦都唔係凡人，屬於精靈。咁我諗或者呢，就係我哋講嘅仙啦。其實去到漢朝，
嶺南嘅畜牧業技術呢，依然係遠遠落後，生畜仲係大量依靠北方輸入。呂后專政時期，佢又同阿趙佗抹面，就禁止向南越咧出售一啲戰略物資，包括鐵器啦，同埋馬牛羊，就唔係唔賣，係唔賣啲馬乸、牛乸、羊乸，只可以賣公。咁你冇得繁殖，咪成日要指住佢咯。結果就激起呢個趙佗呢，稱帝不但止，仲發動廣東歷史上第一次北伐戰爭，雖遠必誅，就御敵於國門之外，打到去呢個長沙國咧，攻城略地，咁啊打到你怕啦。呢個漢朝內部呢，亦都肅清諸呂，撥亂反正，就漢文帝呢，再派翻趙佗個老友陸賈過嚟傾翻掂。佢個文書一開頭呢，首先係要承認我老母係錯，唔係親生噶。嗱，你要啲咩呢？我照舊賣翻晒俾你啊！又執翻靚你家鄉啲祖墳，又照顧好你啲親人。你唔妥長沙國嗰啲友呢，我幫你炒晒佢。咁你又唔好再稱帝啦！你又皇帝，我又皇帝，咁天無二日噶嘛。阿趙佗話咁得啦，反正我做皇帝都係娛樂嚟嘅啫嘛，咁咪唔做唔做係啦。不過咁噃，佢撤銷帝號呢，就僅限於對漢朝嘅啫，即係嗰啲往來國書咪清理做皇帝咯，自己接受南越王嘅封號。但係佢喺南越裏頭呢，依然係南越武帝，去到個孫呢，都仲係南越文帝。佢同漢制又唔同嘅，文武呢唔係死咗之後嗰啲諡號嚟嘅，生時係咁嗌噶啦。使用嘅禮制啊，通通係皇帝規格。死咗嗰條臘尾啊，要着絲縷玉衣。其實呢，雙方都係呢啲咁嘅封建王朝，就最緊要面嘅啫。翻到去自己啲國民面前呢，就維持翻個威嚴。嗱，我哋又成最大贏家啦呢輪咁。佢裏頭啲人對眼又睇唔到咁遠嘅，反正咁啊，大家都攞翻個彩，又攞翻啲經濟利益，咁啊相安無事一排。嗱，呢個故事之中就睇到呢，當其時養羊產業喺南越國係非常之重要嘅命脈之一，但係呢，依然係嚴重地要依賴嶺北入口嘅。咁所以羊呢，就都係好嘢嚟噶，都係打少啲仗養多啲羊好過咯。